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本节目由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丹麦有机味绽放感知力。本节目由雅培精致有机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上牌集成引领高端厨电的方太集成烹饪中心赞助播出。是很熟的关系吗？是很熟的回忆吗？是很熟的味道吗？你能猜得出哪道菜是你最爱的人做的吗？欢迎来到腾讯视频是很熟的味道啊！大家好，我们是很熟家族，当当当，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本节目由畅爽美味的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有机加脐带血营养群关注感知力。本节目由雅培精致有机联合赞助播出。很熟的味道，方太创造。本节目由方太集成烹饪中心赞助播出。这一期我们的嘉宾是杜淳哥，欢迎。大家好。同样我们也欢迎鹏鹏继续跟我们玩。鹏鹏作为那个上一期很简单，非常精彩的一个节目效果，对不对？都是节目效果。我那是综艺效果。你有什么经验要跟那个淳哥交流一下？不要带800个心眼。肯定不是小龙虾辣椒炒肉，方便面不会让他做小龙虾这么难的。你绕过了所有，这一般蒙都能蒙准一个呀。我觉得他上一期可能就有点想多了。所以淳哥，你这一期的战术是什么？感觉就凭直觉。对，你上回就完全被困在了，就是说节目组不可能让他做一个最难的菜，对，他就一直这么想，他就死活就再像他也吃不出来像。而且我确实是很想问各位大厨一个事情，万一混着这个技术变会不会下降？你多虑了。我们也有就是嘉宾很厉害的水平啊，是吧？鹏鹏，你礼貌吗？你都没看见大师们怎么分析你哥们儿那菜，把那2片肉跟解剖似的在那儿做外科手术，一点点这么看。在一起，就那个糖醋排骨，糖醋排骨太好吃了。其实我当时那个阿姨在做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排骨一定不好吃，因为它是用煮的，流程是不对的。哎，没有想到呢，哎，做出来它还是好吃的。可能越简单的做法越有家的味道。美食总在不经意之间，就像我们小梁，永远不经意的，永远被选出来。他永远就是嘉宾一回头就跟小梁面对面。一回头就是他，我就想问你，你尴尬不？你被这么多人真情告白过，你一会儿当妈妈，一会儿当朋友，所以我觉得之前我给自己的一个说法肤浅了，不应该叫自己叫妈妈终结者，格局小了，格局小了，情感粉碎机。你粉碎完罗拉的甜度都能给补回来啊！磕不过他们了，他们好甜。我觉得你们有的一拼。我们这一期是胰岛素的味道，是不是？这一期都是粉色的，好浪漫啊！来吧，那淳哥，你今天要带来的这位，由你来介绍出来。我今天，带来的就是我老婆。老婆来喽！每天生活在一起嘛，所以说应该是最熟悉的人了，应该会比鹏鹏他们那些朋友要占很大的优势吧。所谓的朋友，塑料朋友，鹏鹏都已经不熟了都。用自信的声音把自己的老婆请出来，好不好？来，哎呦，漂亮哦！美女。来，你先坐。好啊。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婆王灿。啊，你们可以叫我灿灿。久仰。我们呢，其实节目灿灿应该也是有了解的，就是我们会经过3轮的考验。如果你们能闯到最后一关的话，会有2个金柿子送给你们。就为了那个柿子来的。节目组呢很嚣张，因为他们说我们之所以敢做这么大，就是觉得没有人能拿走。我觉得你们可以破一下，所以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是很熟的关系吗？一定要好好答，杜淳，你的余生就靠这些题了啊！我先来第一题啊，来，用1个词来形容杜淳，你对王灿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倒计时5秒钟。我都很紧张啊，现在。3、2、1，亮题板。可爱，必须的。干净，
实话实说，这是2个截然不同的形容词哈，怎么掰都掰不到一块儿。其实我跟他有说过，眼睛里透露出来的眼神是特别干净的，没有受到过任何污染的一种眼神。你就觉得他的双眼中只能映衬出你是吧？对。灿灿，你为什么觉得是可爱？因为我那段时间是齐刘海是这样的，然后一个娃娃头就那种，很多人会说，哎，你好可爱这个发型。然后我以为他也会觉得，哎，挺可爱。洋娃娃一样啊，人家看见是外形，你看见是眼神。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哎，对。哇，来，我两边踹一步啊。第2题，从恋爱到现在，灿灿提过多少次分手？分手这么大的事，肯定能记得，我觉得。3、2、1。Oh my god！ What？ 数不清 n 次，10几。10次以上。他保守了。我跟我太太只提过类似这样的词儿1次，生气了之后，我第1天没看见他，第2天没看见他，第3天看见一点，因为眼睛消肿了，然后能看见一点点。因为我们家是绝对不能提，之前我说过这事儿，就连一个字儿都不能说。但是他们家这是个游戏嘛，他的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小女生在耍脾气。他给我说完，我根本就这个耳朵进这个耳朵就出去了，就不往这儿走。可能第1次吵架提分手的时候，他会哄你啊，怎么样？你尝到这个甜头之后，尝到甜头。你跟他提完分手之后，你会有什么举动吗？假装收拾2件衣服啊，然后就拿个箱子啊，假装离家出走。对，然后就是那儿磨蹭，就是哎，就赶紧过来拉一下呀，怎么样的那种。从家到门口一共5步，走了5个小时。我不太能忍那个说分手，哎，我就记得我谈过最短的一段恋爱3个月，就是对方隐隐约约就是发了个信息，类似于分手，我就再也没回过。你就不能，我就真的分手了。其实后来我听我们共同朋友说，他其实只是在撒娇，但是我已经分了几个月了，我才知道，我就说啊，原来是撒娇。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啊，现在。我以前是特别喜欢把分手挂在嘴上的。你也尝到了甜头是吗？啊，没有。结果他尝到了苦头。对，所以现在就觉得没有必要。分手伤感情啊。对，其实是真的这个其实蛮伤感情的。他们找到了一个，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乐趣，对吧？算对吗？不能算对。来，下一题。下题是我问。弟弟最犀利。我们这个节目的伊丽静就是他，来，伊丽静上，情感伊丽静。第3个问题，请问你们会想要第2个小宝宝吗？你不会写俩字绝不吧？5、4、3、2、1，走你！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我老婆在生蛋饺的时候啊，其实她的身体就不是太好。对，她就是她的身体吧，对于生孩子来说负担挺大的，贴心。对，所以说我是觉得心疼太太。对，就觉得有危险性。听完之后，灿灿眼含热泪啊！是原来是因为这个。那灿灿，你想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了第1个孩子之后，我觉得他很可爱，然后就觉得以后我们年纪大了，是不是给他留一个就是陪伴他的人？对，因为我老婆曾经跟我说一句话，她说：“哎呀，我觉得蛋饺以后一个人好可怜呀。”你真的经历过了这一段，你就会知道，哦，一个女人生孩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经历的太多了。为你点赞，把你这段放到宣传片里，很甜，你知道吗？就每道题都答错了，感觉他们距离越来越近了，你对是不是？虽然题目错了，心更近了。他俩这个就是反向磕糖。那这样吧，你俩先小挪一步。来，下一题，你们觉得谁更离不开对方？哎，我跟你说，他们要写的彼此名字，咱们就摁人中，好不好？来，彼此的名字。1。哎，都是对的，自己更离不开对方。我跟他，我们俩在一起这些年啊，除非我今天在飞机上，或者我今天在干嘛，有非常极其特殊的事情，要不然我们2个人的不通微信的时间，基本上也就在10分到20分钟左右。真的吗？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如此。哎，可是开场这么久了，没有发微信，你们2个是在工作好吗？我以为就是喜欢走流量的啊。就我现在，比如说我要洗澡，我都会告诉他，我说我现在去洗澡了啊，大概过个20分钟，我都会告诉他。对，永远都知道他在干。对，他永远都知道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我跟谁在一起。看这一段，
会促成多少人分手？那女孩说：“你看人驻村，多少天没给我发了。”来，我们看看王能能，王能能是多久报备一次？我们其实不是说频率联系特别高的那一种，可能白天的话我们会报备说我们在干嘛，在哪儿，但不会一直联络。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一定会打一通电话，然后说一下说今天一整天的发生的事情，最后一定要说一下晚安才能互相去睡。哎，他一说能能的时候，为什么腔调就变了？最后一题，请问2位会不会补办婚礼？3、2、1，对。现在这个时期比较特殊，他也希望大家都能来嘛。那我还跟他说呢，我说等孩子长大了，他就可以做你的花童了。我觉得小孩跟在旁边特美好那个画面，那就按2题算。给我们讲了一堆感人的故事，我们给人贴了个不熟。我们好棒！你们俩具体是怎么认识？我那个时候我朋友跟我讲，他也刚失恋嘛，他说你陪陪我，我说好。然后后来就是，哎，又进来几个朋友，他就在里面。我们当天是加了个微信，其实大家中间有一段也没有联系，得过了得有半年多，我觉得至少。哦，不知道怎么突然清理微信好友的时候，突然发现哦，这个人其实我之前很有好感。你是谁？没有，是那样的。其实我们不联系，都可能忘了这个人了。然后就有一天，我看我朋友圈有人在发祝纯生日快乐。哦。然后我在想，我说哎，明天也是我的生日，他是22嘛，我是23，但是我通常都是12号过0点。然后我就主动发了个信息，我说纯哥，今天我们2个同一天生日啊。他说还挺有缘。我说对啊。然后呢，就接触上了嘛。接触上了之后，然后大家就会有时候就约出来一起吃饭呀，慢慢就越来越熟悉了嘛。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当了一段时间朋友，然后因为工作原因决定要回那个四川了。那走之前我就请大家一块吃个饭嘛，就身边认识的朋友，弄得很伤感，就要走了，怎么样的。然后他可能就是说，哎，别走了，我照顾你。就有那么一丝波澜，还是真的是在表白？肯定那个时候是喜欢他的嘛，想跟他以后往下发展，所以说自己才会那么说的嘛。听起来就是我们不管问什么都非常的甜。那你们就带着这种熟悉度进入我们第2关啊，叫是很熟的回忆吗？纯哥，你先想一下，灿灿会带来的第1道菜会有什么？先说一个。炖牛肉。牛肉有没有呢？炖牛肉。没有。炖牛肉没有，对不对？炖牛肉是没有。凉拌牛肉。再仔细想想。2次了。我已经2次机会都没了。你想一下还有什么做法？红烧牛肉。哇！哎，对了。红烧牛肉，对了。为什么会想到有牛肉这个菜？我妈妈从小给我做的最多的2道菜，一个就是炖牛肉，一个就是红烧鸡翅。然后每次我自己又到外地去上学，然后每次放假回来，或者是拍戏回来之后，我妈都会做好了，然后就给我拿回来家里，我就放在冰箱里，想吃的自己就热。我觉得老人家也不方便，我就说，哎，我学一下这个菜，以后我就做给他吃，然后就学了这道菜。看看你在遇到纯哥之前，就是你会觉得说你遇到一个人就可以跟他结婚，还是说其实你也没那么着急？刚认识那会儿并没有着急这个事情。我原来也怕，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完全不想这些事情，就感觉离我的生活太遥远了。但是当我到了这个年纪之后，我就要想了。恐婚这件事很正常，在于一个人只要这辈子没干过这件事都恐。我要承认，我最开始是觉得结婚这件事有点恐惧。但是我们的温暖就是在于，他一说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这件事是我愿意去做的，然后我们就去领证了。我就觉得突破了我自己，也加入了这个非常美好的未来。就像成哥似的，他以前你会觉得出去玩多好玩，回家没劲，然后我们会觉得出去玩没劲，那还不去回家待会儿，就是那种感觉啊。但他们现在完全太小了，不用像我这种思想。你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是你整个很自由嘛，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现在只想去他太太那里。但是当我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可能一个安稳，或者说能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就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情。
罗莱，你现在有没有人催你啊什么的？其实是有，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像大家所说的，其实是要比较谨慎的，因为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我们其实是有过相关的经历的，所以说我们在面对婚姻这件事情，我们会显得可能相对比普通情侣更加慎重一些。我们希望可以把彼此的生活磨合好了，然后再去考虑接下来一步的计划。但是磨合好了就会觉得没劲了，会吗？啊，不会，我们现在俩可有劲儿了。哎呀，你没看到昨天，可腻歪了。在节目播的这个时候，柳岩的在《梦华录》里这个角色三娘，用来自己这个大婚的仪式，是不是？大结局的时候，就孙三娘通过自己的厨艺得到了官家的认可，最后隆重的结了婚。这个剧里的三娘和你本人的这个对婚姻的这个观点是一样的吗？我是非常非常，对婚姻有着敬畏之心的，我很愿意进入婚姻。不是我没准备好，如果没有来那个人的话，对，人没到，那我跟谁的结去啊？对不对？对。现在其实大家年轻人为什么会对婚姻恐惧？有很多年轻人是没有时间成本的，太忙，还有是经济的压力，而且孩子的教育成本极大。我现在就跟我身边的很多年轻人在聊，我说如果你现在有谈女朋友哈，就是赶紧有机会，不要过多的考虑。对，到了将来你可能压力更大。现在一定要做好这个规划，其实并不可怕的。当你遇到那个对的人，你突然间就会觉得我准备好了，然后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走到人生的这个阶段。他也无所谓说恐不恐，他自然会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时间到了就会给你。你跟纯哥交往嘛，然后是决定公开的时候，是谁做出的决定？结婚之前大家都不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其实他一开始都很保护我，但是我们也会经常出去跟朋友聚会啊，就会被拍。然后他就说，那我就去分享。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很害怕别人怎么去看待，就是明星娶一个素人老婆啊。然后他就说，那我尊重你的意见。到后来已经就是结婚，然后怀孕什么的，他说，你已经是妈妈了，就是你要去坚强面对很多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宝宝。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啊，要不就公开了。我就觉得，如果我有一天公布恋情或者怎么样的，我一定要想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会觉得，如果公布了，我可能会跟这个人结婚；如果不到那一天，我就不会认。我首先理解不了为什么要公开，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我结婚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是，你有时候被拍到，他会有别的渠道促使你。我明白，就是因为我们是被逼成这样的，明白吧？很多时候别人报还不如我们自个儿说，我们最终都是这么想的。那如果太太想公开呢？那就别找这样的太太嘛，我不喜欢这样的太太，我不会找这样的人结婚。纯哥，再来猜一下第二道菜。啤酒鸭，啤酒鸭会有吗？啤酒鸭会有。啤酒鸭这题算是对的。有一年我在杭州拍戏，然后他来剧组看我，然后突然全国爆发疫情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被隔离在了一个酒店里，然后我们就是开始买锅买电磁炉，所以他就开始学习，然后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啤酒鸭。也等于这个菜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感情升温的很重要的一道菜。对，我当时就说，我说天哪，你竟然还会做这样的菜，大菜是吧？对，你是拿着手机学的那个时候，危难时刻显身手。对，这是相处的比较长的时间，对吧？但你俩分开就是会有很长的时间吗？我觉得800那一次也蛮久的吧。800不久，800你来了多少次啊？有一种嫌弃的感觉，老来。我们俩其实分开的时间不多，过程中是只要有空就发微信。对，然后每天给孩子打视频。他很能给我安全感，连菜他都会拍给我，就是这什么菜呀，就那种。不知道为什么老有那么多的话题。你愿意跟一个人分享，是你可以跟他成为终身伴侣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像报备说的，其实说白了，这是一个基本要求，但很多男人都做不到。对，更别说分享了。你伴侣又不是居委会，你跟他报备什么，对不对？然后，关键是在于你要跟他分享你的感受。很多人都会觉得，比如说叫我干什么或者怎么着，我说哎呀，我说我不想去了，我想在家里待着。他们就会觉得，就是你老婆不希望你来呀，或者你怎么样，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怂啊什么的。我说错了，我说这不叫怂，这叫尊重。
而且你愿意，你是自愿的。对，我的职业可能会给他带来更多的不安全感。演员长期在外边接触的人又多，你自然而然就会给别人一种不安稳的感觉。所以说，那既然你知道这样，那你就要给人家一个安定感。太对了，大部分人都觉得我肯定认识好多姑娘，我基本上是这样。跟我太太就是挨个删，来，你看哪个不顺眼，然后删，全删，谁都不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会扔微信的。还有2次机会，2道菜正好。哎呦，下边真猜不出来了。是我爱吃的菜吗？是你熟悉的味道。哦，是我熟悉的味道。鱼腥草，凉拌鱼腥草。凉拌鱼腥草有没有呢？哎。凉拌折耳根，哇，那个东西我听到都脑后根麻麻的。哇，好美味！我天哪！折耳根啊，我老婆特别喜欢，天天吃。纯哥，你形容一下，你吃完你觉得那是什么味儿？你说它真的形容不出来那么个东西。它像那个鱼的味道，就是那臭咸鱼味儿。折耳根我是绝对不能接受，就真太恶心了，那个东西完全接受不了。所以纯哥，你既然不爱吃，为什么会有这道菜呢？威胁我吃。我怎么威胁你？那个他就看我痛苦的那个样子，然后他就特别开心。这是你的一种小甜蜜是吧？我就觉得想看一下他就是吃到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那种表情是什么样子。哪种表情？就真太恶心了，那个东西试了多少次都不行。那后面要怎么尝这道菜呢？一会儿，他给老婆面子还是会尝2个。我肯定还会尝，但是我太难了。那纯哥有没有什么生活的小细节可以感染你？就比如说我最近喝中药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实在会忘，他说老婆那给你热好了，然后我就去。我得盯着他喝，要不然他就会忘。对。我天天泡水热药的，关注他身体是第一位的。泡脚啊什么的，每天给你等于把这个泡脚水先给你准备好。对，他很年轻就开始活得特别养生，就特别像我妈妈做的那些事情。谁说的？我20岁就开始泡脚。洗脚水不是给妈妈泡的。谁说的？你是不是小时候看那广告啊？妈妈请洗脚。妈妈洗脚。洗脚跟泡脚是2码事儿。你是喜欢给你天天买花送惊喜的，你还是说喜欢天天给你倒泡脚水的？其实就是一种极度的浪漫和一种务实的浪漫，你更倾向于哪一种？我觉得还是比较务实一点吧。送一束花谁都会送，但是不一定有人天天给你倒洗脚水。其实可以结合，泡脚水上面拼出一个爱心的花嘛。柳岩，你肯定是喜欢务实的浪漫吧？我已经够务实了，我还要个务实的干嘛？我喜欢浪漫的，就像杜淳这样，他为我做这些，我肯定是感动的。但是他也可以不做这些，并不会扣分。现在年轻人的情感关系当中，很重要的有一个指标叫情绪价值。你跟他在一起不会生气，会很开心，会很舒服。任何一种情绪的波动，只要他在，他都能让你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这也是你择偶的条件之一。你看看，刘老师经常给咱们一些新的名词儿，哇，记下来。情绪价值。巴啦啦是哪种？我跟他应该还算是比较务实的那一种。冬天的时候手脚会冰冷，然后就会把脚或手贴在对方的身上，就是有时候他就算是睡着了，然后摸到我的手脚是冰冷的，他也会主动去帮我捂热。我觉得这一点小细节其实蛮让我感动的，这是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哎，你们家谁先认怂？一般都是我呀，对不对？认怂一定要快。哎，我看了一本书，就是一对夫妻写的。男生跟女生的这个吵架是因为男生讲逻辑，女生讲感情嘛。你会发现女生会经常会提到，就很早以前就翻旧账，对吧？明明就不是我们在讲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要翻旧账？危险了！哎，我就想问弟弟，你为什么要看这种类型的书？我姐推荐给我看的。旧账也是账呀。我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俩因为这个事情吵架，可能真的这个事情是我理亏，但是我就觉得我不能认输，我要翻一件以前他做的事情，我要来对高手，还回去对管上，对不对？
来最后一个。哎呀，这真的要命了！我大概心里边有3个目标，但是我拿捏不准。提示你们俩都爱吃的，你们俩都爱吃的，都爱吃的。你在算什么呢？在这儿，这是一个什么暗号吗？想不起来就开始同学舞。哎呀！你可以把备选先念念看。尖椒肉丝饭吧。尖椒肉丝饭对不对？对啊。3、2、1。在他做的东西来说，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就像我在北京拍戏或者在哪儿拍戏，收工回来之后能够很迅速就完成。因为之前我做这种就是偏辣一点，然后用猪肉炒，但是因为他是回民嘛，而且我不吃辣椒，一口辣椒吃不了。对他不吃辣椒，然后改成牛肉，加上那个不辣的那种椒。彩椒，对，甜的，柿子椒啊，彩椒或者那种薄的那种椒，它也所以你这道菜是5颜6色的。对。他一揭开这个就是青椒炒肉哈，我就心里咯噔一下，我就想着我小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当时被男朋友的妈妈要求我，就是要给他儿子一定要做好青椒炒肉这道菜。什么？凭什么要求你啊？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些婆婆并不是那么完美的，就所谓的婆婆，她们会觉得希望你要爱她的儿子，所以她会告诉我，青椒炒肉的话，她喜欢吃辣一点的，甚至要放红辣椒，一定要买里脊肉，然后一定要用鸡蛋清把它先包裹调味，然后上色。你做的一定要入口很嫩。我的个天！你知道我做完之后，她还会评判啊。你能忍？赶紧分呐！这种人留着过年吗？你又不是保姆。我知道，可是小时候不懂的呀。你们难道就没有做过卑微的事情吗？强悍如我也做过。现在就是自我意识觉醒，或者说你懂得，就感情当中要尊重自己嘛。那个时候觉得好像是应该的，想让对方和对方的父母认可自己。像灿灿也会主动的去学嘛，就是有一个主动和被迫的不同而已。有了孩子之后，相处的模式会有改变吗？有的，整个连生活都变了。我现在每天6点半就醒了，因为孩子醒得早。你家小孩是生出来之后就一直跟你们睡吗？现在没有都，很小就让他自己睡在一个自己的床上。从小就开始在自己的环境里面比较独立一点。因为小孩子他一开始靠的是这种感知感受力。对。如果他永远能够感受到你身边有一个气息在身边的话，对，他长大了之后还得需要这个东西。早晚得自己睡，这是一个过程，那还不如早点就下手。那晚培养不如早培养。对。生宝宝很疼很辛苦，但是其实喂奶也非常辛苦。但是我跟他有一个观点，就是不像很多人那样必须要母乳喂养之类的，我没有这个要求。就是因为我是用那个机器，对，然后就磨的就是有血迹嘛，有口子，然后渗血，然后那个奶都是有点红，我当时就看他眼睛就一下就湿润了，他说你不要喂奶了，纯哥就心疼的哭了。对，而且其实现在奶粉的也很好，我已经非常好了。对。好，这个是纯哥今天的4道菜啊，6次机会把它猜出来了，那你们俩这个关系就升到了算熟，好不好？那接下来就是到了我们的第3环节了，是很熟的味道吗？先请我们的厨师团跟我们的灿灿到我们的美食区就位。练舞一天，好累，需要更多快乐能量。没有可口可乐。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我们的灿灿们已经就位了啊，4位灿灿。
接下来，请揭开你面前的这个罩子，看看你今天要复刻的是哪一道菜。红烧牛肉，但其实不是传统的红烧牛肉的做法，很浓郁的香料味，尤其是香叶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突出。打开罩子发现是啤酒鸭，我还蛮开心的。最不想复刻的就是折耳根啊。我对鱼腥草是熟知的，我也喜欢做的这道菜，我也爱吃的。它那个折耳根比较突出的味道就是一个醋，还有一点点那个辣油，但这个辣油又不是太辣。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尝一尝了，来吧，吃菜。啊，我有腿肉。这鸭子它煮得很糯耶，很入味。这个红烧肉很好吃，青椒肉丝炒的也好吃，除了折耳根我没试。好难闻啊！你来一口啊！不行，我不行。不，你忍过那个冲味，然后你再吃，越吃越香。给你，我的都给你。如果我老婆抽到了这个，我怎么也猜不出，这我就觉得它是一种味道啊。对啊，你一会儿尝菜咋办呀？我想多尝2口。太惨了，你要不停的吃这个。他平时在家就是每天给你做饭吗？还是说其实没那么频繁？其实没那么频繁，收工晚回去就他在帮我做。其实说实话啊，我不希望我老婆每天她的生活的世界里就是带孩子、做饭、打扫卫生。对，我还是希望她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错。那你家宝贝儿饭呢？她现在这个年纪，大部分营养还是要从奶粉里去摄入的。你上手吗？我原来学过。那不巧了，正好我们现场有雅培精致有机奶粉，你现场给我们表演一下呗。可以。好啊，那我们就一起看看宝宝的口粮问题，咱们奶爸能不能顺利的解决哦。我先把这个盖子打开啊。我有一个纯式冲奶3字经，刮一刮，转一转，点一点。像舀奶粉的时候就要刮一刮，等于刮一个平勺出来。其实奶粉它不像我们正常要拿勺去搞，它是等于是转出来的。我还真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转一转是为了没有气泡，宝宝喝了不打嗝，而且更有爱。在奶粉的选择上啊，我就选有机的。像我给我们家孩子现在选的就是雅培精致有机奶粉，丹麦鲜奶1次成粉，而且还有脐带血营养群，关注绽放宝宝感知力。哇，好厉害啊！最后一步就是试它的温度了，一般宝宝都在45度，点一滴下去试一试，比人体的温度稍微高一点点，这就是纯粹靠经验了。纯哥这个冲奶粉的姿势非常专业，而且讲起来也头头是道，一看就是在家经常给孩子冲奶粉。其实这个就算我们家宝宝熟悉的味道了，丹麦有机的味道。好嘞，谢谢纯哥。家里管不拿些奶说，这是很熟的味道哦。我不往后看，我还回来。它那个辣椒啊并不辣，那个辣椒面呢，现有的辣椒面可能会太辣了。就看到上面那个辣椒刚好是2荆条的那种干的，它辣度没有那么高。去烘焙了一下，但我觉得可能刀剁的话不会剁到那么碎，所以我选择破壁机器去把它打一下。现在我们玩一个互动的求真小游戏，
求真肯定是针对杜淳和灿灿的，但是一对玩没意思，我们把那个王能能也拉上来吧。来，弟弟，我们去把王能能拉上来。谁？哎呦，哎，能能在吗？能能在。我肯定把他带过来。他竟然在哪里？来啊！这是干嘛呢？上场啊！要来。走，本尊来了。我们可以坐到杜淳老师旁边。你好，幸会啊！嗨，你好。哎，你好。欢迎来做客啊！幸福不？蛮幸福。这个够不够皮？你们俩不熟对不对？不熟啊，你们俩啊。请坐。那主要呢，我们会问的是男生关于自己伴侣的问题，伴侣来揭晓答案。我来提问啊，杜淳、王能能，请问灿灿和罗拉的解码都是啥36、39。39。他脚真的很大。我先问一下罗拉，你多高？165。165、39，那不等于穿着船在走道吗？可以穿船袜了。可以带球这是。我们揭晓一下。36吗？啊，36的脚啊。这肯定对，多少年了这都。是。突击一个问题啊，我突击一个问题。您说。你们太太现在穿的是袜子是什么颜色的？哇，这个好难啊。灰的。白的。我看一眼啊。不是哦。黑色的。它是灰色的。灰色的。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你还在睡觉的。哦，哎呀妈呀，一下子又被撒了狗粮。撒娇还是有一点点小抱怨。估计是要让我洗袜子吧。哦，那可以的。他们俩还不是老夫老妻的状态，这还是热恋中。对。淳哥，你是会注意到那个王灿每天的穿着和打扮？我从头到尾扫一遍，我就都会记得，百发百中，一点都没有带错的。他今天有戴头饰吗？有戴啊，一个黑色的蝴蝶结嘛。我的天哪！他蝴蝶结偏哪一边？我想想啊，蝴蝶结应该是往这边偏。Excellent！ 哎呦！我的天哪！我全部都记得呢。他戴的这个好像是一个心形。哎，真是。他那件衣服有几个扣？啊？这个太难了。应该6个吧。 1、2、3、4、5、6个，6个。他是演员的接戏功底。今天这裙子晃2期了，能有多少朵花啊？哎，我刚刚想问这个，我刚刚想问这个。对，我们也相处1天了，在这儿。不是说这现场所有人我都能记住，那不可能的。就你们家人的穿衣服，你都能记这么细吗？家里边的也没有，主要针对他会比较细。 用心嘛，对，放水题嘛，送分题啊，我就觉得这应该是王能能说给你听的，人家觉得这是送分题。对，还是要向陈哥学习。那我们谢谢能能，能能可以下去休息一下啊！辛苦大家，辛苦大家。我们快收工了，快把罗拉还给你了啊！谢谢。 其实折耳根的话呢，你怎么做都不会难吃的，因为它本身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嗯哼。把这个折耳根之所以放到冰箱里面的话，因为凉菜还是要冰一下比较好吃嘛。尝一下，真的好吃，大胆吃。老师，哎，可以相信你吗？
是一种很淳朴的一种味道，咬下去。老师，可以相信你吗？哎，必须相信。哎呦，完了，吃耳根呢，没事，来快吃口蒜就好多了。你看，吃口蒜就。你们在干嘛？这折耳根让我中毒了，快！综艺了，哎，尝一下，真好吃，我不骗你的。我吃过好几次，我接受不了。我就不要吃，太难吃了，要了我的老命。我发现了它很奇怪一个点，就是它里面有辣椒，但是并没有很浓的辣椒味儿，所以我怀疑说它可能这个啤酒鸭里面放了一点点豆瓣酱。现在这个鸭子也马上做完了，现在就差那个红烧肉啊，是吧？红烧牛肉。我当时用2口高压锅炖煮牛肉的原因，是因为高压锅很容易把食材炖过，所以先戒了10分钟，你看看效果是如何的。哦，发车了，火车发车了。品尝了一下，大概的一个熟度，发现第2口锅的香料味更加浓郁，也更加接近灿姐做的那一份，所以当时我用了第2口锅的牛肉进行了最后的炒制。来，纯哥，请戴上你的眼罩。哦，interesting。刚才纯哥对灿灿呢，就是各种细致的关心体贴，不知道在尝菜这个环节，他依然能不能保持这个关心细致体贴的形象？来吧，菜上。猜猜哪个是爸爸做的呀？爸爸只选有机的，有机只要当卖的，有机还有燕窝虾，就是这个，我很熟的丹麦有机味。给宝宝，我选雅培精致有机加脐带血营养群，关注绽放，感知力，买精致有机，逛京东超市，品质好物一站购齐。确实是难猜，怎么说呢？我不想影响纯哥，但是确实就像跟个好对手搭戏一样，那个戏蹭就往上涨，碰到了好的大厨，那个厨艺也是蹭就往上涨。真的吗？真的太难了，好吓人啊！我们有请灿灿啊，到你老公这儿来。先来第一个鸭子，先夹一块儿，你往前正直了，对，下手往回放啊。目前我对这道菜的判断跟我上次吃感觉有一点点偏差，我感觉比我老婆的味道稍微的淡了一点。因为我老婆做这个我还其实挺了解的，因为她做出来啤酒味道会比较重。啊，我尽力的让啤酒的那个味道再挥发，但没想到弄巧成拙了。我失去了视觉，但我依然洞见一切。但是也有可能今天媳妇儿发挥是因为高压锅呀。哎，对。高用。她原来给我做的时候从来不用高压锅的。哦，今天因为为了时间，她肯定要用高压锅，那个火候会不一样。哦，这还真有可能。真有可能，你看你不是录了上一期了吗？你也知道这个。对。
让我来投喂一下。这个味道好重啊，好重啊！像吗？有一点像。离成功又近了一步。这个盖饭现在跟鸭子相比，盖饭的几率比较大一点，对吧？如果要是相比的话，还是鸭子，还是鸭子。哎，因为这个过重了，对，有点咸了，真的有点齁咸的，比齁还咸。对，翻车翻惨了，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就在放盐的时候，哎，就是一下，本来我说放一点点的，结果就一勺就下去了。我一直在倒水，就是想看怎么样能把那个齁的那个减低一些。谁吃那道菜都一定会吐槽，因为真的是很难吃。来，那你接着吃吧啊！牛肉和折耳根先尝哪个？我折耳根肯定放在最。对，能不吃别吃好吗？对，我尽量这3道里边就给它猜出来。对，要我也是这么想。来，老公，吃。这是肉是吗？你都吃不出是个肉来呀？这个做的多离谱！我要了解它的形状。啊，他用舌头去辨别那个刀工了。哦。这牛肉切的就很工整，就凭直觉，不要像他那样什么这个刀工可能切的厚了点，是不是故意学的？哦，你拿嘴吃出来它的形状工整了，就是特别像在饭店吃的牛肉粒啊，就是那种一个一个的。碰上行家了，他细节观察的多。我跟你说，越是细节控，这时候越纠结，因为他想的多。比我老婆的味道稍微的淡了一点，这个味道好重啊！这牛肉切的就很工整。我觉得他上一期可能就有点想多了。哦，我特别懂，懂啊！而且他说这一堆细节，只为了一件事，少吃折耳根而已。最像的只有折耳根。那折耳根呢？就给我一根啊！就给我一根啊！再给我来一口，再给我来一口。哇，第二根。你这折耳根再给我来一根。又还吃啊？又。我原来真的吃不了，但是这个我能吃现在。所以说我就第一是肯定先排除它，因为这个居然可口了。对。这个味道好重啊，比齁还咸。对，这牛肉切的就很工整，感觉有一点点偏差。这个我能吃现在，肯定先排除它，因为这个居然可口了。对。纯哥会不会是吃到第4根，你舌头已经麻了？不会，我非常确定这个菜一定不是。我基本上可以选了。行，那灿灿可以先回去。是很熟的味道吗？首先，折耳根不是，剩下的3道如果再排除的话，盖饭不是。我就觉得有点过重了，味道过重。对。我怎么那么想打你呢？
是的，就想给你一拳那种。这不是害了夫君吗？对不对啊？怎么能那么闲呢啊？我的金柿子。现在就在牛肉和鸭子中间选一个。选一个。其实我感觉我几率还挺大的，50%-50%嘛。对，几率很大。你要说从口感上去区分，差不了多少啊。那我做这个的选择就只凭一点，就是懵，我不是啊，不是懵，不是懵，就是我真的最熟悉的那个味道就是啤酒鸭。哦，毕竟2个多月在一块儿。既然这个是我第一首选最熟悉的味道，那我就选这道菜。非常确定了，不需要改了。不用改。来，纯哥，请起立。啤酒鸭的这位灿灿，缓慢的移步到前面来。可以加眼罩了，哥。你会改答案吗？我还选这个，这个最不像，对不对？对。纯哥，你跟灿灿今天来到这儿，我们感受到你们俩超甜蜜的爱情故事，以及非常了解彼此的那种夫妻间的默契。你有什么想跟灿灿说的？老婆，我希望我在后半生吧，就是永远生活在我们2个之间很熟悉的味道里面。希望这个味道能够一直陪伴着我，一直走到最后。老婆，是你吗？白头偕老。3、2、1，请转身，请转身。老婆，是你吗？Yes， 这是别人的。监视器背后不要有人在看就好。老婆，我希望这个味道能够一直陪伴着我，一直走到最后。我的柿子，哎，再给你第2次机会了，我看你能经历几次打击。对，你再猜一下。就是他俩嘛，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呗。老婆，如果要是那个，我就觉得你是故意的。真的很咸，那平时不会那么咸。这个盖饭强烈的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也好喜欢盖饭，而且不管什么样盖饭都肯定要配一罐可口可乐，是的，才能让美食更美味。那弟弟，赶紧给大家拿可口可乐，我们畅爽一下。我觉得不但是搭配盖饭、可口可乐，搭配任何的美食也毫无违和感，而且无糖也好喝，简直是干饭必备。朋友们，举起手中的可口可乐，开饭聚快乐，就要可口可乐，开饭喽！不管怎么样啊，来了节目都是客，我们依然是有这个礼物要送给2位。因为女孩喜欢花，对不对？对。所以呢，我们就会送给你们一个完全不熟的生菜，完全不熟的生菜。是，这什么呀？这是生菜。这个就是一个种子嘛，越长越熟，是不是？爱情的果实就会长出来，特别棒。哎呦，媳妇儿拿回家种去。谢谢你们。非常可惜哈，那杜淳和王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没有拿到金柿子。哎呀，其实啊，我对猜中我老婆的料理真的很有信心的，但就是大厨们复刻的太像了，也不让我看，
然后长吧也分辨不出来。但是我们的金主爸爸的雅培精致有机奶粉，特别为你们这对新手爸妈准备了丹麦有机味畅饮年卡，送给2位。谢谢。雅培精致将继续给你们家蛋饺承包1年的奶粉，真的给你们省了一大笔。谢谢。感谢雅培精致有机，我们家蛋饺就喝这个，而且我当时研究过了。精致有机是100%源自丹麦有机鲜奶，有机还有燕窝酸我觉得特别好。我希望让宝宝能够更好的去感知世界的多姿多彩，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一生。祝你们爱情甜蜜，宝宝健康成长。是。也希望观看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每个人都能找到生活中适合自己那个齿轮，好吧？有这个也比他们上一期要好很多。没有必要那个捧一踩一啊！来，3、2、1，咔嚓！谢谢你们，谢谢，也谢谢我们鹏鹏。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本节目由畅爽美味的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有机加脐带血营养群关注感知力，本节目由雅培精致有机联合赞助播出。来微博与很熟家族一起参与复刻祖传美食挑战，也可进入是很熟的味道呀，参与变很熟贴贴企划，解锁片尾彩蛋。大家好，我们是很熟家族，噔熟啦！再见喽，拜拜。爱情好甜，盖饭齁咸，精彩饭局，下周谁续？刘宇杨迪再度来袭，请个小假，要想我呀！每周22点是很熟的味道呀，正片上线，会员抢先看24小时。每周3 12点会员专享加更，很熟加点料。每周4 12点会员专享衍生，很熟的小厨房。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本节目由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丹麦有机味绽放感知力，本节目由雅培精致有机联合赞助播出。刘畊宏，你看看，有竞争对手了。我会记账的，记了好多年。你看，包场贾玲姐电影4750元啊，包场支持黄明昊9000多，为什么贾玲姐4000多？吃粉韩哥沈梦辰72也要记。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超话社区、微博美食、微博动漫、微博健康、微博心理。感谢新浪新闻、网易云课堂、亲宝宝、太日报、倾城校园、驴火娱乐、咸鸭蛋生活、银护帮一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真的很难过，你这个不孝顺、大逆不道的家伙！妈妈，是你吗？